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里有一种好运，不是你突然中了大奖，不是你忽然遇到贵人，也不是天上掉下来一笔钱，而是你在某一个关键时刻，愿意多做一点，多让一点，多付出一点，结果整个局面就慢慢被打开了。很多人以为义就是得到好处，就是有人来帮我，有人来给我，有人来成全我。可是易经第42卦风雷义告诉我们，真正的义不只是增加，不只是受贿，更不是贪得无厌的一直拿。真正的义是一种流动，上面有风，下面有雷，风行雷动，代表一股力量被启动之后会快速传开。你的一个念头，一个决定，一个善意，一个行动，只要方向正确，就可能像风与雷一样带动更多改变。易卦的卦辞说，易利有攸往，利涉大川，意思是说，当一个人处在易的时机，适合有所前往，适合采取行动，甚至适合渡过大河，面对重大的困难与挑战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因为易卦不是叫你坐在原地等好处来。很多人一听到易就以为这是得利之卦，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用做，好运就会送到门口。但卦辞一开头就告诉你，易的关键在有攸往，你要往前走，你要去做事，你要去推动，你要去承担，你要去跨越。真正的增益不会发生在一个完全不动的人身上。你想让事业变好，就不能只是每天抱怨市场不好，客人难找，同事不配合。你要开始修正自己的方法，增加自己的能力，改善自己的服务，主动去接触人脉。你想让感情变好，也不能只是等对方先低头，等对方先改变，等对方先理解你。你要先学会更清楚表达，更愿意倾听，更懂得在冲突里放下那一口气。你想让家庭变好，也不是一直要求家人照你的意思走，而是你愿意先多一份体谅，多一点分担，多一点沟通。易卦真正的核心，不是我得到什么，而是我愿意先增加什么。你增加努力，局面才会增加机会；你增加善意，关系才会增加温度；你增加格局，人生才会增加出路。大象传说，风雷义，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。这句话更直接把易卦的人生智慧说出来。风与雷的力量都是快速而有感的，雷一响，人会惊醒；风一吹，万物会动。所以君子看到好的事情就赶快学习，赶快靠近，发现自己有错就立刻改正，不拖延，不逃避，不应拗。这其实是易卦最重要的修行。人生真正会变好的人，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人，也不一定是资源最多的人，而是那种愿意快速修正的人。看到别人的优点，不嫉妒，而是学起来；发现自己的缺点，不推卸，而是改过来。很多人的人生卡住，不是因为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不肯改。明明知道自己的说话方式太冲，却说我就是这么直接；明明知道自己的工作方法没效率，却说我以前都这样做；明明知道自己的情绪伤害了家人，却说谁叫他先惹我；明明知道自己财务有问题，却说反正以后再说。这些都不是没有义，而是把义挡在门外。易卦的大象传告诉我们，最大的增益是改善自己。你每改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替未来少一个灾难；你每学会一个好方法，就是替人生多一条路；你每愿意承认一次错误，就是让自己的格局长大一次。所以易卦的主题，我会把它说成一句话：真正让人生变好的，不是一直索取，而是愿意在对的方向上主动增加。增加什么？增加善意，增加行动，增加修正，增加责任，增加利他的心。当你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对局面有帮助的人，你反而会得到更多帮助。这就是易卦最深的道理。接着我们来看6个爻辞，它们就像是易卦在不同人生阶段里提醒我们该如何面对增加、机会、帮助与责任。初九爻说，利用为大作，元吉无咎。这一爻很有力量。他说，在一开始的时候适合做大事，
如果方向正确，就会大吉，没有灾咎。人生中有些时候，你会突然遇到一个可以开始的机会，可能是新工作、新计划、新合作、新感情，也可能是你终于下定决心要改变生活。初九告诉你，如果这个时机是真正有益于长远发展的，就不要只是小打小闹，不要只是试探一下、拖延一下，而是要拿出决心，做一件真正能改变局面的事。但是这里的大做，不是叫你冲动冒险，也不是叫你什么都不想就投入全部，它的重点是利用。也就是说，你要看准时机，衡量资源，确认方向，然后把力量用在值得的地方。在事业上，这一爻像是在说，如果你已经看见一个新的市场，一个新的需求，一个可以改善公司营运的方向，那就不要每天只是开会讨论，不要一直等到完美才开始。你可以先规划，先测试，先建立流程，然后大胆推动。尤其是当这件事不只是对你有好处，也对客户、团队、社会有好处，它就更符合易卦的精神。在感情上，这一爻像是在说，如果你真的想修复关系，就不要只传一句抱歉敷衍过去，你要做一个大的改变。比如你以前总是不听对方说话，那就从今天开始真的练习倾听。你以前总是把压力丢给伴侣，那就开始承担自己的情绪。真正的大作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行动，有时候是你终于愿意彻底改掉一个长期伤害关系的习惯。初九提醒我们，机会刚来的时候，不要只是想着自己能拿到什么，而要想我能不能做一件对局面真正有帮助的事。当你的出发点够正，行动又够实在，这个开始就会带来好的结果。六二爻说，或益之石朋之龟，弗克为永贞吉，王用享于地吉。这一爻讲的是很大的增益，甚至像有人送来珍贵的宝物。这种好处不是你硬求来的，而是时机与德行感召而来。只要能长久守正，就会吉祥。这一爻很像人生里那种贵人运，你没有刻意算计，也没有到处讨好，但因为你平常做事可靠，做人厚道，关键时刻就有人愿意帮你。有人给你资源，有人给你机会，有人替你说话，有人把重要案子交给你。但六二也提醒我们，得到帮助的时候，最怕心态变换。人一旦突然得到好处，很容易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很容易开始膨胀，很容易忘记自己是怎么走到这里的。所以爻辞说永贞吉，你要长久守正。不是今天得到帮助，明天就开始走偏；不是今天有人信任你，你就拿这份信任去换私利；不是今天有资源进来，你就开始挥霍。在工作上，如果你被主管赏识，被客户信任，被朋友介绍重要合作，这是好事，但你要更谨慎。你要把事情做好，而不是把机会当成炫耀。你要回报信任，而不是消耗信任。在金钱上，如果你突然有收入增加，投资获利，业绩成长，也要记得易卦不是贪卦，得到越多，越要管理得当。该储蓄就储蓄，该还债就还债，该投资能力就投资能力，不要因为一时增加就以为永远都会增加。在人际上，这一爻也提醒我们，当别人对你好，要懂得感恩，不要把别人的帮助当成理所当然。真正有福的人，不是一直有人帮他，而是他每次被帮助之后，都让别人觉得我没有帮错人。六二告诉我们，当好处来临时，要用正直承接，用感恩回应，用长久的品德留住福气。六三爻说，益之用凶事，无咎，有福中行，告公用归。这一爻很特别，他说在凶事之中得到增益，只要心中诚信，行事中正，就没有灾咎，甚至可以向上呈告，得到正式的信任与支持。这代表有些益不是在顺境里发生，而是在困境里发生。人生有时候遇到问题，反而逼你成长。公司遇到危机，才发现管理漏洞；感情遇到冲突，才看见彼此真正的需求；身体出现警讯，才开始重视健康；财务出现压力，才开始学会规划。凶事本身不是好事，
但如果你能从凶事中修正，凶事就会变成义。这就是63的智慧。很多人遇到坏事只会怨天尤人，被客户推荐就说客户难搞，被伴侣抱怨就说对方太敏感，生意下滑就说景气不好，身体累垮就说自己命苦。可是易卦要你问的是，这件事到底在提醒我什么？我哪里需要调整？我哪里需要补强？我哪里不能再用旧方法硬撑？有福中行，就是你要诚实，而且要走中道。诚实面对问题，不夸大也不逃避，走中道，不偏激也不乱冲。如果你现在正遇到麻烦，63给你的建议是，不要急着把它定义成失败，先把问题摊开来看，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，该道歉就道歉，该补救就补救，该请教就请教，该向上报告就向上报告。不要为了面子隐瞒问题，因为隐瞒只会让小问题变成大灾难。在公司里，这一爻尤其重要。当营运出现状况，最怕的不是问题本身，而是大家都不敢讲真话。只要能建立信任，让问题被看见，让资源被调动，凶事就可能变成改革的起点。63提醒我们，人生的增益不一定包装得很漂亮，有时候它穿着危机的外衣来到你面前。你能不能得到益，取决于你是否愿意从问题里学会真正该学的东西。64爻说，中行，告公从，利用唯一迁国。这一爻讲的是行事中正，向有权责的人说明，就能得到支持，甚至适合做重大的迁移与改革。这一爻的关键是，当事情要变大，牵涉的人要变多，影响的层面要变多，影响的层面要变广，你不能只靠个人意气行事，你要走正道，要沟通，要取得信任，要建立制度，要让该知道的人知道，让该参与的人参与。在生活中，很多人的问题不是没有想法，而是推动方式太粗糙。你想改变公司流程，却没有跟团队沟通；你想搬家，却没有跟家人讨论；你想转职，却没有做好财务准备；你想创业，却没有建立基本规划；你想改变关系模式，却只是在情绪里要求对方配合。64告诉我们，真正有益的改革不是单方面宣布，而是中正的推度。你要说清楚为什么要改，改了对大家有什么好处，过程中会有什么风险，谁需要承担什么责任。利用唯一迁国可以理解成重大转变时要找到可以依靠的根基。古代迁国是大事，不可能只凭一时兴起，现代也是一样，任何重大改变都需要依据。你要有资料，有计划，有支持，有后路，有共同目标。如果你现在想换工作，64提醒你，不要只因为一时不爽就离职。你要评估新方向是否真的符合长远利益，你要准备能力、履历、人脉与财务缓冲。如果你想改善家庭，64提醒你，不要只是责怪某一个人，你要带着家人一起看见问题，建立新的相处规则。如果你是公司负责人，64提醒你，改革不能只靠命令，你要让员工理解方向，让制度跟得上，让资源配置合理，这样大家才会愿意跟着你动。64的智慧是，越大的义越需要正当的程序，越大的改变越需要稳固的依靠。95爻说，有福会心，勿问原籍，有福会我德。这是易卦非常美的一爻。他说，心中有诚信，又有恩惠之心，不必问也知道是大吉。因为你真诚的利益他人，最后也会增益自己的德行。这一爻把易卦的核心推到最高层次。真正的义是由内而外的善意，不是表面做好事心里算回报，不是今天帮你是为了明天控制你，不是给别人一点好处换取自己的名声。95讲的是一种真正的惠心，一种愿意让别人变好的心。人活到最后，真正能留下来的，不只是赚了多少钱，爬到多高的位置，而是你有没有让周围的人因为你而变得更好。你是让家人更安心的人，还是让家人更害怕的人？你是让团队更有力量的人，还是让团队更消耗的人？你是让朋友觉得温暖的人，还是让朋友觉得被利用的人？95说，
勿问原籍。因为当一个人的动机真正端正，行动真正利益他人，结果自然会往好的方向走。这不是迷信，而是人性与因果。你长期真诚待人，信任会累积；你长期帮助别人，善缘会累积；你长期说到做到，名声会累积。这些东西在短期看不一定立刻变现，但在关键时刻，他们会成为你最重要的资产。在职场上，95提醒主管，真正的领导不是压榨下属，而是让下属有成长、有方向、有安全感。你愿意成就人，人也会愿意成就你。在感情上，95提醒我们，爱不是控制，不是计较，不是一直问我付出这么多，你要怎么回报我。真正好的爱，是我希望我们都变得更好。你有慧心，对方才会感受到你的德。在家庭中，95提醒父母，真正的给予不是把自己的期待强塞给孩子，而是看见孩子真正需要什么，帮助他长出自己的力量。95是易卦最光明的位置，它告诉我们，最高级的增益不是技巧，而是德行。当你有诚信、有善意、有成全他人的心，你本身就会变成一个福气的源头。上九爻说，莫益之，或击之，利心勿横，凶。这一爻是警告，到了最上面，如果还只想着增加，还不知停止，还没有稳定的心智，就不但没有人在帮你，甚至有人会攻击你，结果是凶。这一爻非常现实，益到最后，如果失去分寸，就会变成贪。原本是好的增加，最后可能变成过度扩张；原本是善意的付出，最后可能变成情绪勒索；原本是被人支持，最后可能变成依赖与索取；原本是改革进步，最后可能变成好大喜功。很多人一开始是值得帮助的，但得到帮助之后，心变了，他开始觉得别人都应该帮他，开始觉得资源都是自己的，开始觉得成功全靠自己，开始忘记感恩，忘记节制，忘记初心。这时候原本的益就会变成损。上九说利心勿横，就是心智不稳，今天这样明天那样，今天说要做好事，明天又开始算计，今天说要改革，明天又怕痛退缩，今天说要守正，明天看到利益就改变原则。这种人最危险，因为他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拿不住机会。在事业上，上九提醒你，扩张到一定程度要懂得收敛，不要看到业绩好就盲目开分店，乱投资，乱招人。真正的益要能长久，不是短期冲高然后崩盘。在感情上，上九提醒你，不要因为对方对你好就无止境索取。爱不是提款机，信任也不是无限额度。你一直拿却不回应，不珍惜，最后对方不是不爱你，而是被你耗尽了。在人际上，上九提醒你，不要把贵人的帮忙当成理所当然。有人帮你一次是情分，帮你很多次是信任。但如果你只想占便宜，不肯成长，最后别人会远离你。上九告诉我们，益的最高警训就是，当你只想增加自己而不再利益他人，益就结束了，甚至会反过来伤害你。把整个易卦看完，你会发现它不是单纯的好运之卦，而是一个非常深的人生提醒。它告诉我们，增加本身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增加的是什么。你增加贪念，人生就会变重；你增加怨气，关系就会变冷；你增加逃避，问题就会变大。可是你增加善意，世界会开始回应你；你增加行动，机会会开始靠近你；你增加修正，命运会开始转向；你增加责任，别人会开始信任你。所以当你处在易卦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问我会得到什么，而是问我现在能增加什么。我能不能多做一点准备？我能不能多一点包容？我能不能多一点包容？我能不能多一点学习？我能不能多一点利他的心？我能不能把眼前的危机转成一次真正的成长？风雷易最深的智慧，就是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福不是越拿越多，而是让自己的存在对别人、对家庭、对团队、对世界变得更有益。当你成为一个能带来增益的人，你的人生自然也会被增益。
如果你最近也正面临一个需要改变、需要付出、需要跨出去的时刻，你可以想一想，你现在最需要增加的是什么？是勇气？是耐心？是能力？是诚信？还是放下贪心的智慧？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，你觉得风雷翼这一卦最提醒你的是哪一句话？你的人生里有没有曾经因为多做一点、多改一点、多善良一点，最后反而让局面变好的经验？让我们一起从易经里看见真正让人生变好的力量。